你现在看到的这台设备啊，既是一台掌机，又不完全是掌机。它可以运行各大主机游戏，也可以当做电脑的扩展屏。不过呢，它没有内置运行游戏的任何硬件，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呢？又是怎么运行这些游戏的呢？别着急，看完这个视频啊，你就知道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哈利，今天要来看的呢，就是 Pico 的毫米波掌机。先来看一下外观啊，机器体积小巧，和 Switch 的主机差不多大，整机尺寸为174×110×14毫米，重量仅380克左右，方便长时间握持使用。主机的正面除了屏幕外，没有其他任何按键，所有的按键和接口呢，都集中在屏幕顶端。最左侧的这组功能键啊，用于开关机、换出 OSD 菜单和音量调节等。按键右侧呢，是一个极为先进的 3.5 毫米耳机接口和状态指示灯。顶端的中部呢，是主机的散热口，右侧呢，则是一个 Type-C 充电口。主机内置双扬声器，声音通过底部的开孔传导出来，整体声音洪亮清晰。主机的两侧呢，可以安装滑轨，支持挂载第三方手柄，方便握持和游玩。相较于我之前体验过的工程样机，零售版的屏幕素质有着肉眼可见的提升。零售版使用的是一块 1080p 60赫兹的屏幕，响应时间4毫秒，支持 97% 的 NTSC 色域和 HDR， 峰值亮度500尼特，并且色准也很高，可以达到接近和 MacBook Pro 屏幕显示的效果，整体观感非常不错。另外，零售版也支持触控操作，运行 Windows 时可以直接当做平板使用。看过我之前其他 Pico 产品视频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，Pico 的产品全部采用了60赫兹毫米波作为信息传输载体，这款掌机呢也不例外。主机并没有内置执行游戏所需的硬件，而是需要搭配游戏主机或者电脑使用，通过毫米波技术将游戏的画面和声音传输到 Pico 掌机上来游玩。功能有点类似 Steam Link， 只不过呢 Pico 的毫米波方案连接快速稳定，视频无延迟无压缩，且无需安装 App 和使用 WiFi 网络，灵活度更高。掌机的使用方法也很简单，首先将发射端插入主机或者电脑的 HDMI 输出口，并插上附赠的 Type-C 线供电。供电呢，既可以通过电脑的 USB 口，也可以使用充电宝，可以根据不同使用场景来调整。实测呢，有些设备上甚至可以不用额外供电，不过为了游玩的稳定性，建议还是接上供电比较好。发射端准备完毕之后只需要打开毫米波掌机电源，稍等几秒后呢，就能开始游玩了。毫米波设备最大的优势就是只要发射和接收端在30米的视野范围内，并且没有大范围遮挡，就不会有卡顿延迟。实测呢也确实如此，成功连接后的画面清晰顺畅，反应灵敏，体验和有线连接时没有任何区别。另外呢，我还注意到，即便发射端和接收端并没有完全对准，或者有小面积遮挡的情况下，毫米波也可以通过墙体或者天花板反射到接收端上，并不会影响传输。Pico 毫米波掌机零售版为了游戏体验采用了被动散热，整体散热效果还可以接受，运行一段时间后机身并没有特别烫手的感觉。主机内置了8000毫安时电池，可以连续使用4到6个小时，也可以边玩边充，告别续航焦虑。这款掌机本质上是个内置了毫米波接收器的便携屏，因此呢，除了可以串流游戏主机或者 PC 的音画到掌机上，方便在房间的任何地方游玩以外呢，这款掌机还可以作为 PC 或者 Raspberry Pi 之类的微型电脑的外接屏幕使用。另外呢，也可以作为相机的无线监视器，方便拍摄时监看。总之只要是需要外接显示器的场合呢，都可以使用 Pico 毫米波掌机，用途还是非常广泛的。这款产品优点很多不过还是有些小缺点的。7英寸的版本没有任何的视频输入接口，所以只能通过毫米波方式连接，对于有些使用场合来说可能反而有些不便。另外呢，主机无法单独站立，需要使用第三方的底座或者支架，希望以后的新版本可以增加一个折叠式的支架，方便放置于桌面上使用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呢就是这款 Pico 毫米波掌机上手体验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。谢谢观看，我是哈利，我们下次再见。